这间位于纽约的海外分店，居然也是用这种长形的碗，好吧，我们来试试看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卫斯理去哪里》。在这一集的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您别忘了点选一下订阅的按钮，并开启小铃铛哦。Hello， 大家好，卫斯理，我现在人来到了这个位于纽约 Brooklyn 的这一个地区，几乎都是工厂，所以一兰拉面的工厂也当然选择在这个附近。那现在目前一兰拉面在纽约应该有3个分店，这现在卫斯理来到这个是在Brooklyn 的这一个工厂，应该是负责制作它的中央厨房吧，就是负责制作汤底以及面条的部分的地方。那现在卫斯理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位于纽约的一兰拉面的工厂的味道，跟在日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吧。一样哎，不是啊，一样这样子哎，它不是用机器买票，它20块美金一碗，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蛋啊，不算那个蛋，它的美金20块一碗的面，等于合加币要27块，等于换成日币的话，等于是2900元，我们在日本吃多少1080，快3倍的价钱在卖。这里是美国哎，对吗？它点餐的方法跟在日本一样，是可以选择要浓度跟油的那个浓郁度，然后蒜你要多少啊？要不要葱？要不要肉？然后那个特制的辣椒粉要不要？要多少倍啊？卫斯理本来就喜欢偏辣一点点，所以卫斯理在日本也是吃3倍的。然后面的硬度卫斯理喜欢吃稍微偏软一点的，因为日本人本来就喜欢吃稍微有点硬的面，所以如果你是选择普通的话，卫斯理个人是觉得蛮硬的。那如果你是超硬的话呢，就是面下水只煮15秒而已的，卫斯理不习惯。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单点的东西，在日本卫斯理也本来就是只是加点一个这个溏心蛋，就是半熟玉子。那这里的话有一些日本没有的，像什么抹茶、绿茶啦，还有draft beer 那个日本也有，或者你可以加面，可是卫斯理就只打算加一个半熟玉子，就是溏心蛋，要3块美金，也不便宜。好吧，我们点好了。哇，它跟日本不一样，他们有水给你免费拿水喝。在日本吃一兰拉面的时候，它的左前方就是现在这一个位置，应该会有一个自己加冰水的那个机器。不过它这里居然没有这个加水的机器，而是要你去旁边自己去倒水，去旁边去拿水。它水是要在这里拿的。要自己来拿水。加了一份单点的这个叉烧纯肉，4块半美金，有4片。卫斯理的面来啦。卫斯理发现这间位于纽约这间一兰拉面工厂
对于牛肉。我用的是卫斯理之前介绍过那间在大阪英斋桥不是银波玉堂金店的那个碗一样，是用这个长方形的瓷碗而不是用方碗。因为在日本吃这个长形碗的时候，在那个南波玉堂金店，这个是用鸡骨汤底搭配牛肉的，而这间位于纽约的海外分店，竟然也是用这种长形的碗。好吧，我们来试试看吧。卫斯理在之前介绍过日本的一兰拉面的时候说过，卫斯理有习惯把剥好的一兰拉面的这个鸡蛋丢到这个汤碗里面。试看看吧。果然是直营店，味道就是不一样。卫斯理现在少拍了一集给大家看。卫斯理在昨天是前天的时候，因为那天风雨很大，所以卫斯理去吃了在Times Square那边的一间一风堂的拉面的时候，卫斯理没有拍。结果卫斯理吃的时候其实蛮失望的，因为那间一风堂其实味道跟日本的比起来，真的没得比，差太多了。说难听点，比泡面还难吃，而且又贵。因为可能不是因为一风堂它不是直营店，它是franchise，就是卖出去的加盟店，所以每一间的味道可能会稍微不一样。而一兰它在全世界都是直营店，所以它能够控制每一间的味道，跟你在日本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哦。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在纽约的一兰拉面的味道。卫斯理我觉得一碗拉面好不好吃，最重要的就是在它的汤头的部分，因为汤头是整碗拉面的灵魂。所以如果汤头不好的话，整碗面都不会好吃。那这间在纽约的一兰拉面，在汤头的味道方面，我说句实话，味道真的跟在日本吃到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味道。而在口感方面就真的相当的可惜因为在点这个拉面的时候纽约的一兰拉面跟日本的是一样的，可以让你自己选择要面的硬度，也就是他们煮面的时间的长短。那如果你选择的是要面稍微硬一点的话呢，其实它就是在煮面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他们日本人叫做黄金15秒，就是面只煮15秒的时间。不过如果在日本吃过一兰拉面的朋友们会发现，就算你在日本选择要稍微硬一点的一兰拉面的时候，那个面的口感虽然比较硬，可是还是很好吃的。不过卫斯理我选择的其中的一碗是硬度稍微偏硬的，就是很硬的拉面的话，它除了面是硬的之外，你可以完全吃出来那个面的面粉都还在里面的感觉，整个面的口感是完全不对的，不但碱味很重，而且可以吃得出来里面都还是面粉的感觉。总之就是跟日本吃到的那个最硬的面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相当可惜。那至于这个半熟玉子，就是所谓的这个溏心蛋，本身在日本吃的一兰拉面的时候，这个溏心蛋本身也是没有味道的，不像一风堂的溏心蛋是有不是腌制过的，不过他们会在溏心，就是蛋黄的心的部分会打上味道，就是调味料进去到溏心里面，所以一风堂的溏心蛋的蛋黄是有味道的，一兰拉面的这个溏心蛋就是半熟玉子，本身在日本也就是没味道的，所以在味道方面也没有，就是没有味道，所以也没有什么跟日本也不一样，不过口感是一样的。
所以整碗一兰拉面跟日本的比起来，除了这个面条有点失败之外，在味道方面真的跟日本是完全一样的。那可是在纽约的消费真的相当的高，吃这碗一兰拉面要美金20块，加上3块钱的半熟玉子，等于是23块美金，换算成加币等于30多块钱一碗了。一碗拉面要30多块钱，真的相当的不便宜。卫斯理我们一行4个人叫了4碗的一兰拉面，然后叫了3个半熟玉子，以及加了一份4片的叉烧肉，美金是101块美金相当于102块，相当于加币要140块左右了还没加小费，好险一兰拉面不收小费。不过加完税之后140多块钱加币，吃了4碗拉面，平均一碗拉面要30多块，30多块加币，真的是相当的贵。在日本的话，吃一碗一拉面，如果卫斯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080yen，所以差不多3倍的价钱在卖，真的相当的不便宜。不过因为已经有快1年没去日本了嘛，所以就嘴馋，怎么样也要试一试纽约的一兰拉面的味道，也是一个难忘的体验。好，谢谢大家看完今天的节目。如果觉得卫斯理今天介绍的这一个位于纽约的一兰拉面工厂这个影片还不错的话，麻烦别忘了在影片的下方帮忙点个赞，以及将影片分享出去。接下来纽约的影片就快要结束了，之后卫斯理会再继续制作回在日本以及在台湾的影片。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咯。喜欢卫斯理去哪里这个节目的朋友，别忘了点选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哦。